巴以冲突几十年，走到今天已有70多年，双方的领土发生了极大变化。巴勒斯坦至今还未正式建国。大家熟知的巴勒斯坦地区领导机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其控制区在约旦河西岸，而抵抗以色列的是西方世界口中的加沙恐怖组织哈马斯 （Hamas）。从作战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场不对称战争。除了军队体量、战略和力量、舰队规模，以色列国防军的实战水平能力可排名世界第2，屈居美国之后。而他的交战对手哈马斯无疑是一群乌合之众，以军高效率的精确打击视频被人津津乐道，哈马斯反而丢尽颜面。哈马斯究竟是什么来头？哈马斯创始人亚辛，他自己宣称生于1937年，但他的巴勒斯坦护照显示为1929年1月1日。在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创立之初的哈马斯，本质上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的准军事组织。随着该组织的一鸣惊人，其精神领袖亚辛也成为风云人物。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亚辛在1989年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1997年，以色列释放亚辛，用来跟约旦交换2名摩萨德特工。亚辛答应了以色列的条件，表示不再发动自杀炸弹袭击。以色列宣称，释放亚辛是因为其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他的身体确实虚弱不堪。纽约时报称，当时他需要在他人帮助下才能喝水。然而，一回到哈马斯大家庭中，亚辛立即呼吁继续用自杀炸弹来对付以色列。在2004年3月22日，67岁的亚辛死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一架A-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向他发射了3枚导弹。要知道，任何组织要存活和壮大下去，最重要的是资金，而哈马斯的最大金主则是伊朗。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朗民众举行多轮集会，声援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并谴责以色列杀害当地妇女和儿童的罪行。伊朗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少将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在演讲中称，向抵抗运动战士，向受压迫而且坚毅的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加沙民众致以问候。当你们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时，我们与你们同在。哈马斯属于逊尼派，伊朗属于什叶派，本该互相充满敌意，但为了各取所需，双方跨越了宗教派别的沟壑，成为战略盟友。可以说，没有伊朗的输血，就没有哈马斯的崛起壮大。毕竟，巴以问题不单单是这两方的问题，各阿拉伯国家、伊朗乃至美国、俄罗斯都深深卷入其中。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可化解的冲突，以及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原教旨宗教意识形态狂热输出，海湾各国的最大假想敌其实并非以色列，而是伊朗。伊朗起初支持的是法塔赫，当时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组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共有10个派系，法塔赫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对于这个巴勒斯坦各路势力中的老大哥，哈马斯表面上予以尊重并服从，但两者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法塔赫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色彩，
而哈马斯则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经过多年与以色列两败俱伤的恶斗，以及1970年被约旦军队围剿重创，巴解组织逐步放弃了武装斗争立场，开始承认以色列并跟以色列谈判。1988年11月15日，巴解组织颁布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宣布建国，其中引用了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分治决议以及之后联合国所出台的相关决议。这被外界认为是间接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以及接受两国方案，这是伊朗所不能容忍的。正因此，伊朗要在耶路撒冷寻求一个激进的新代理人。哈马斯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上。1990年12月，伊朗邀请哈马斯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纪念巴勒斯坦起义3周年国际会议。伊朗给哈马斯定下的功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起义，这是一份不错的荣誉。参加巴勒斯坦起义的各路势力有不同的政治谱系，哈马斯有最强的宗教色彩。1991年10月，伊朗在德黑兰召开反对马德里和会的会议，哈马斯在约旦的发言人伊卜拉辛古什应邀参加。他兴高采烈地宣布，伊朗同意哈马斯开设办事处。两场师承苏联宣传手段，用来恶心以色列的研讨会后，哈马斯正式搭上了德黑兰这条线。1992年到1998年，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萨马哈姆担任哈马斯驻德黑兰代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1992年10月访问了德黑兰，受到了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接班人阿里哈梅内伊的接见。会谈重点是伊朗的财政支持。据巴解组织爆料，伊朗在这次会晤中许诺每年给哈马斯3000万美元的援助。虽然8年的两伊战争令伊朗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不影响其输出革命，给以色列添乱。在这个过程中，中东局势错综复杂性再次展现。伊朗的战时盟友原本稀少，以色列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伊拉克得到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世界的支援，却不包括叙利亚和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执政党虽同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两国自1968年以来却是矛盾重重，不但在幼发拉底河水权和伊拉克石油管道过境费等问题上有经济纠纷，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跟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之间也有私人恩怨。然而，由于伊朗在1987年7月挑起麦加骚乱，卡扎菲在两伊战争的最后一年改为支持伊拉克。1994年11月，伊朗彻底和巴解组织翻脸，革命卫队组织学生为主的示威队伍冲入巴解组织在德黑兰的房子，谴责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将其驱赶走。伊朗和巴解组织的关系算是正式中断，反正伊朗找到了新代理人。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于1998年4月访问德黑兰，与哈梅内伊交谈。亚辛感恩了伊朗的援助，称功颂德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巴勒斯坦国主张的支持甚至要超过巴勒斯坦人自己。几十年的斗争，哈马斯清楚地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对抗以色列的。哈马斯已经没有能力战胜以色列，收回巴勒斯坦失去的土地。如果哈马斯稍微强大起来，不说以色列，其他欧美国家也会掺和进来，打击哈马斯。西方国家也已经把哈马斯定位为恐怖组织。第5次中东战争以来，哈马斯逐渐地把反抗以色列当作一门生意来做了。
这就必须了解哈马斯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哈马斯主要收入来源是3部分。第一，主要是中东国家的援助，不管是土豪沙特、阿联酋，就是日子紧巴巴的约旦和埃及，或者是自身难保伊朗和叙利亚，只要哈马斯需要，都会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和武器弹药给哈马斯。第二部分主要是哈马斯成员的捐赠。其实哈马斯成员中的高级领导人都是控制巴勒斯坦经济的大家族。虽然巴勒斯坦连年战争，千疮百孔，但是政府运转、民生领域还是有油水可捞的。第三部分就是收税。有人问巴勒斯坦还有税收？当然有，不过是走私税。巴勒斯坦的面粉 70%， 日用品 60%， 汽油和药品 80% 都是通过地下走私进来的，主要是通过哈马斯控制的地道运送进巴勒斯坦的，而这也是哈马斯一笔不菲的收入。确切的来说，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的日子是滋润的，就是这几天向以色列发狠话的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都是在国外发生，也不是这一段时间局势紧张，他们才去国外的，而是他们一直就在国外。有半岛电视台就爆料，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的家属都在沙特、阿联酋、约旦生活，甚至部分还在欧洲和香港。他们豪宅豪车，美女相伴，生活滋润，只需要通过网络发动命令，就可以吹响攻击以色列的号角。哈马斯地道里有太多的火箭弹，库存压力很大，不发射了，让以色列知道了一炮弹炸没了，背后的金主是不高兴的。而哈马斯最厉害的还是宣传，他训练妇女儿童做人体炸弹，发射火箭弹也是无差别攻击，因为没有精确制导，就是照着以色列大城市方向射就完了。但是以色列轰炸了巴勒斯坦，他就抱着受伤的孩子、被炸身亡的尸体，向着镜头哭诉，这才是真实的哈马斯。哈马斯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部门，是为了一少部分人生活过得滋润才继续下去的，就是在国际组织的斡旋下，坐在一起商讨和平，哈马斯也是一再反对。只要和平谈判开始，哈马斯就必须跳出来阻挠、挑事，因为一旦和平协议落成，各方按照协议执行，哈马斯立马显得毫无存在的意义了。那些高级领导人就是去了敛财的理由，就不能再过上美好的生活了。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以色列看到了哈马斯真实目的，哈马斯也看到了反抗以色列带来的收益。所有的争斗无非是为了利益。对于哈马斯来说，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洗脑吸收新成员，适当的时候表演一下给金主看，反正牺牲的是那些对以色列怀恨在心的勇士，当然妇女儿童当然也是勇士。反抗的结果是巴勒斯坦的地盘越来越小，以色列的国土越来越多。但是哈马斯已经不看重这些了，他一门心思地做自己的生意。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